最近真的开始慢慢回暖了，现在1楼大厅是全满的，光玩桌游的就有9个人，然后还有一个在玩主机游戏，还有一个在等位的。然后这面这2个人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在玩这个游戏。我其实很早之前我就知道这个游戏了，但是我一直没买。但是今天看完他俩玩之后，我觉得还是得买一个，不是为了其他原因，主要是我得跟大家有点共同话题。如果大家都玩过，我没玩过，就是可以聊的东西会少很多。那太好了，我喜欢儿子。那肯定选下面那条，那太好了，我喜欢儿子。就让我选呗，就让我选呗。你选。这个人都玩过游戏，刚结束。这不早也没有了，3个黑的。这不早点吗？这不玩够晚。什么游戏啊？我也即将下班了。不是，主要是想支持一下这种国产。对，主要是支持一下这种国产游戏吧，人家不容易。人家做个游戏不容易，浩浩也挺不容易，不是跟浩浩没关系，人家做游戏不容易，必须得支持。你不在等打折吗？为什么今天突然就不等了？只能勉为其难的玩一玩。为什么今天突然就不等了？叫车了。你想多支持所在。浩浩妈，浩浩妈，没出息，郑秀妍，没出息。我们今天上午刚过来，就在大街上遇到这个酒吧老板了，他真是名副其实的街溜子。肯定很多人很好奇他为什么每天在我们店不在自己店里待着，其实他白天店里也不开门。我才刚来也被他叫出来看房子了，他那个房子因为下水不好，房东也不处理，所以弄得他很闹心，就打算换一个房子。然后我们出来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周围又倒闭了4、5家店，像这种餐饮店夏天特别火，然后一到冬天这些全关门了。我们这其实属于青岛偏郊区一个100万人口的区，这里属于比较市中心的一个商业区。然后这个房子房东要8万块钱1年，我感觉是偏贵了，因为他门口根本没有人路过。我们店对面这个肉蟹堡疫情坚持了3年，然后今年也是没坚持住。我们这个原漆域更新换代的速度真是太快了。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店的位置，其实比刚才那房子贵5000，但是我感觉要好很多。现在我们刚来了，能有1个多小时，店里就有4、5组顾客了。按照11月份那个样子的话，上午是根本不可能来顾客的。老板娘又在做饮料，我发现最近我一说生意变好了，后台就会收到很多咨询开店问题的人的私信。前几天有一个北京过来的大哥，已经30多岁了，告诉我说想做一家社交属性为主的桌游电玩店，而且他对电玩丝毫不懂，桌游的话也刚刚接触。我那天犯了一个大忌，我劝他了，我说想做社交为主的店难如登天。然后他拿出手机来列了一大堆我看不懂的表格，写了一大堆我看不懂的问题，然后给我看。然后他还反问我说我是不是没有肯定过任何一个人。说实话，说到这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点不高兴了。他认为开店就是简单的数据量化，然后做好市场调研就能成功，但是他忽略了2项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热爱和情商。你这2样都没有的话，你怎么去做社交属性呢？这是我们今天刚收到了一个快递，快递的名字写的是某天的游戏小屋，一看就不是我们自己买的快递。这个东西，哇，这是牛蛙绳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牛蛙？一看就有年头了。这是一个，就是之前给那种日本进口游戏机转接的一个转换器，把它插在就国内的220伏的电插上，它可以转换出110伏的电来。哦。这个是 NGC 的手柄。他们玩任天堂游戏，大家都特别喜欢用这个手柄，就用了20多年了，还是喜欢用这个手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存的真是特别好，这个卡带保存的太好了。哇，好新呀！哇，真的好新。金色传说。这一些就是刚刚拆出来的所有东西。这一个是一个电源转接器，然后这面有2个手柄，然后这面还有6张盘，这个是塞尔达的风之杖，这2个应该是生化危机0和生化危机1的重置版。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NGC 这个机器，然后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目录，大家就明白了。这一代的话，大家应该很了解，这个红白机叫 FC 简称，这个是 N64 96年出的，然后 NGC 的话是01年出的，往后的话 Win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，是06年出的。
然后 Win 之后呢，还有一个机器叫 Win U， 是12年出的。Win U 的下一代就是 Switch， 就大家比较熟悉了。这就是任天堂家用游戏机的一个发展史。大家看一下 NGC 的详细介绍。它是2001年9月14日出的，然后价格是25万日元。我看了看当时的汇率是15日元兑1亿人民币，就相当于这个机器的价值是1666人民币。然后最离谱的是，这个游戏《塞尔达传说：风之律动》6008日元，折合汇率454人民币。就这一个游戏454，然后我刚看了看，这个游戏也454，就其他游戏可能就是4万8、5万8。就这6个游戏的话，在当年也需要将近3000块钱了，真的挺夸张的。今天我们楼下这2组玩桌游的顾客真是太持久了，尤其这3位在这个玩一个我们都不会玩的游戏，好像叫龙穴寻宝。然后他们在这自己研究，如果他们自己研究桌游的话，我们会给他减掉1个小时研究桌游的时间，毕竟也没有浪费我们的人工。然后这边这几位还是在这研究 PC 游戏，没有玩那个我要被美女包围了，现在在这玩这个吸血鬼什么游戏，这个游戏也挺火，但是我也没有玩过。然后现在这边这6位玩桌游的开始玩拉斯维加斯了，也是一个特别欢乐的桌游，算是我们店开的最多的桌游。然后这边这2位在这玩 GT7， 跟我姐戴这个帽子，戴帽子捂着脑虎。俺暖气不一样，我天天戴着帽子，对。我操，鱼绒吗？鱼绒可以。哇！哈啦哈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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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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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大家做个小游戏，这几乎抠门的一脚，大家感觉会不会进？感觉会进的扣1，感觉不会进的扣2，输了请自觉投币。好了，哇！干嘛呢，国父？他19岁的时候还在肯德基打工，他跟他同事说我要踢英超，他同事说就笑话他是个梦。说他的梦想是踢英超。然后就这个人，现在跑的这个人。哦，进。哎呦！是挺坎坷的这个人。脸脏一点，然后也。背托！我操！两脚猪。我操！但是很抱歉，我的门将叫皮克福德。完了。但是很抱歉，我的门将叫皮克福德。虽然你踢得很好，但是我的门将叫皮克福德。这一位是从成都过来的股东，还给我们带了一箱果冻橙，在这儿跟老板聊天呢。现在正好店里人不多了，一会儿可以叫着他，我们一块玩个桌游。今天外面特别冷，感觉得有零下7、8度，然后现在已经开始飘雪花了。不过我们现在在店里还是过得很舒服的，在这吹着空调，然后准备一块玩桌游了。我们现在玩桌游类似你画我猜，但是每个人都需要参与每个人的题目，所以说最后的答案会非常爆笑。我有真实画派吗？继续。飞行员就可以，这是开战斗机的吧？啥意思？钓鱼？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这叫钓鱼佬有步空军。晓得吧？钓鱼佬有步空军。这个人他妈间谍！你是个卧底吧？你是？你画我猜都有间谍。钓鱼。投票吧。大海捞针。这是在捞针。你能给我画成什么样子？指音。啊！小黑子。我没画毛病，没毛病，你看吧，是吧？牛逼啊！牛逼啊！小黑子，我店里有个小黑子。那你看那种篝火，你这干什么呀？还抽香啊？这是问题又出现在了我这里，我记得了。邪教见给你们抓起来，给你们！一定要看一下这张画，他应该知道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围城，大家围着这个城。牛逼！人都围着。这是个铁。
我上一个写的是孔雀吧？哦，孔雀，你那画的是三毛，这是孔雀。哎，你这带根毛，你这起码你这画个嘴儿好吧？你画个嘴儿，看着是孔雀，带个毛啊！我感觉缺了点什么，但是没觉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就问一个问题：孔雀它有4条腿儿？咱俩就别互相埋怨了，画工都不咋地。这是什么？现在外面的雪越下越大了，都不玩桌游，全出来看雪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一定要给我们投币、点赞、关注一下，这对我们真的非常重要。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